1871年，芝加哥一栋摩天大楼发生大火，这也是距今为止全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火灾。整栋大楼被烧成废墟，整整持续了2天之久。据统计，这场大火造成10万居民无家可归，300人遇难，犹如火熔城。高楼火灾目前已成为城市公众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之一。如果说芝加哥那场火灾是因为灭火技术不先进，那我们再看一篇报道。去年11月14号凌晨1点左右，位于伦敦西区的一栋超高层建筑起火，火源起于第2层，而在数小时内，火势迅速蔓延到楼顶，大楼随时可能面临倒塌的危险。在这场大火中，伦敦警方共调动200多名消防员，40多辆消防车参与扑救，但消防车喷出的水柱只能到达10层左右，以上层楼均无法进行灭火。超高层灭火不仅是伦敦消防需要面临的问题，更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难题。高楼火灾具有火势蔓延快、疏散困难和扑救难度大的特点。此外，由于高楼结构复杂、人员密集，一旦失火难以控制和逃离。无数高楼火灾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：现有的高楼火灾救援手段均无法适应高楼的建设发展。当火灾来临时，消防员只能从外部开始施救。然而，常常因为消防车力臂不够长、消防水枪难以到达或供水不足等原因，导致火势无法及时控制，最终造成重大人员身亡与财产损失。针对超高层灭火，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研发扑救设备与技术。芬兰曾研发了世界最高云梯车，希望可以在短时间内救出更多被困人员。还有其他国家甚至动用了军用无人机与直升机。超高层内部一般会有大量竖井、楼梯间以及电梯井等，而无人机可以携带水源直接从高层进行喷射灭火。但大楼内部其实有很多可燃物，灭火水源根本无法到达。难道超高层火灾真的没有办法扑灭吗？中国航天科研人对此专门进行了多年研发，并用自己的智慧打破了传统用水灭火的定律，为人们开辟了新的效仿思路与技术。你以为导弹只能用来打仗轰炸吗？我们来看看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2院研发的这款导弹。该导弹其实是一种灭火系统，利用航天发射技术、控制技术与远程处理技术，可在几百米外精确发射灭火弹，扑灭火灾，彻底破解了超高层建筑消防的世界难题。经过改进后，该导弹被整合为一款消防火箭炮车，它可以装备24枚火箭弹，每枚弹头装有4公斤高效灭火剂，可扑灭一个客厅大小空间的火焰。火箭炮发射车装有先进的光学探测器，通过可见光、激光与红外信号锁定远处起火点。火箭弹最远可以击穿100层楼高度的窗户，并在房间内部瞬间释放灭火剂，扑灭火焰，而且不会产生任何爆炸碎片，无需担心伤人伤物。超高层火灾一般都是大面积起火，而消防火箭炮车24枚弹头射完后还可以迅速更换弹箱模块，只要后勤跟得上，它甚至可以是这样的。你觉得还有它灭不了的火吗？在和平年代里，中国消防兵是最危险的兵种，他们就如中国百姓的守护神，无论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找他们解决。例如流浪猫救助，徒手拎出着火的煤气罐，火灾来临时化身勇敢的逆行者。同样，他们也是最需要中国百姓保护的兵种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军队装备水平直线上升，消防兵的装备自然也变得炫酷起来。消防无人机、消防战舰、消防卫星、消防坦克、消防火箭炮、消防手榴弹，甚至连消防地对地导弹也已经研发成功。可惜，消防核弹，俄罗斯在上世纪已经申请了专利。1966年，战斗民族用1颗核弹扑灭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田大火，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一次灭火事件。总体而言，只要海陆空3军拥有的装备，消防兵们也会相应配备一套。这些装备在灭火时不仅可以提升效率以及灭火效果，还能最大程度保护消防兵安全。你以为消防兵只是一个单一兵种？现代消防兵已经组建了独立的航空兵、装甲兵、炮兵。当遇到不同的灭火场景时，则会根据需要出动兵力灭火。超高层灭火虽是世界难题，但只要有中国消防兵在，就没有灭不了的火灾。